从2018年习近平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习近平的接班问题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最近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而且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人选，那就是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出现，是因为两大征兆。第一，在北戴河会后8月17号的中共中央财经会议上，汪洋的排名大幅的上升，仅次于习近平跟李克强。第二，8月19号，汪洋率领中央代表团参加了西藏解放70周年的典礼，强烈的暗示其接班人的地位。因为之前西藏60年典礼出席人是习近平，50年的典礼是胡锦涛出席，当时他们的身份都是接班人，而这两个人隔年也都接任了中共的领导人，所以开始传出了汪洋可能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再加上习近平8月底的时候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的提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且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跟接班人，难得的提到接班人的事项，也让外界更加的关注习近平的一举一动。究竟汪洋是否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呢？据说习近平一直想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党主席位置，所以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找一个接班人来接总书记的位置，但是他可能同时会恢复党主席的位置，来等于架空了总书记的职权。这样的猜测究竟有多少的可信度呢？汪洋会是习近平想要找的听话的华国锋吗？到了明年20大召开之前，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关键的时间点、观察点，或者是值得注意的人物可以观察的呢？今天的明镜专访邀请到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林文成，来为观众解析习近平接班问题的各种叙事。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 PayPal 链接支持我们。好，那我们从2018年习近平他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度之后，那习近平的接班问题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那最近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人选，那就是现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是因为外界看到了两大征兆。第一个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8月17号的中共中央财经会议上面，汪洋他的排名是大幅的上升，仅次于习近平跟李克强。那第二个征兆是8月19号，就是2天过后，汪洋他率领中央代表团来参加西藏解放70周年的典礼，强烈的暗示他的接班人地位。因为之前60周年典礼的时候出席的人是习近平，那50周年的时候是胡锦涛，当时他们的身份都是接班人，然后他们两个人隔年也都成为了中共的领导人，所以就开始传出说汪洋可能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那对于这个说法，你觉得可信度怎么样？我觉得的就是说，如果从习近平个人的意愿来讲汪洋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第5代就领导班子里面第5代的。当然汪洋现在在政治局势排名第4了那汪洋这个人被认为是比较这个能干的那他在广东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也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开明派的人这是这个一些学者专家对他的看法了但是他是在1955年出生的1955年出生的那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的所以从习近平的这个立场来讲，他不可能找这个汪洋来接班的如果说一个接班人的话，一定是要跟这个习近平某种程度他年纪上有一些差距那习近平不可能，刚才这个郭小姐也讲了，他在2018年这个冒着国内外的批评修改宪法，会使这个国家主席连任不可超过这个1届，就是不能总共做起来不能够超过5届的这种限制了那他这个做了这么多努力，不可能为他人作嫁了。就是我去修改的这些限制本来是我要继续这个留任的结果到最后这个我卸任了从这些这个这些方面来看汪洋都不可能是他的接班人而且这个如果习近平还对中共的这个政治是有全盘性的这个控制的话，甚至你可以讲在2022年他都不可能去找一个接班人因为找一个接班人的话，大家会觉得说习近平的接班人出来，他或许就变成一个跛鸭的这个领袖
第二个的话，很多人就会去靠拢向他的接班人来靠拢。所以我甚至觉得到2022年这个中共的20大，他都不可能会去找一个接班人。那另外的，从这个接班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现在必须要两方面的人支持了第一个就是要太子党支持了太子党支持。第二个的要这个就是军方支持。那习近平对军队的改革贪腐这一方面的这个整治是得罪了很多军方的这个人军方也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不满意，这个也是必然的但是你如果看的汪洋的这个背景，汪洋绝对不是太子党汪洋的这个年幼的时候，这个家境是非常贫困的。那这个父亲非常早就过世，他的妈妈带了几个小孩，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从这一方面他的背景来讲，他不是太子党，太子党不会接受他成为他们的这个一份子的那太子党现在享受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利益了权力跟这个经济上的利益他们总觉得要把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要从他们之中的一份子来掌握这个政权他们会觉得比较有信心，也比这个感觉到会比较舒服了所以太子党不会去这个支持这个汪洋那所以从这几方面来讲这个媒体报道里面有一些分析说，这个汪洋起来接这个李克强的可能性比较高。我也是这样子了因为除了这个开国的这个总理周恩来以外了历来担任总理的人都曾经担任过副总理不管是李克强这个温家宝或是李鹏这些人或是朱镕基，他们都当过副总理。那现在这个就是汪洋是担任过副总理的。汪洋担任过副总理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要维系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话，那他来接这李克强的可能性反而是比较大一点。因为2018年的个修宪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就国家主席跟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没有取消总理任期不可以超过2届的这种限制了所以换句话说，李克强到了2023年他一定是要卸任总理的所以一定要有人来出任这个总理的那所以刚才给郭小姐所讲他这个被邀了这个去出席中共财经委员会了那这本来不是这个汪洋的事情，因为他现在是全国政协主席嘛，全国政协主席是这个做统战的嘛所以他去参加西藏70周年解放70周年反而比较可以说得过去，因为这是统战嘛，要求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团结一致嘛，这是属于统战的工作一部分的但是他去出席的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可能就是要让他去了解这个财经的事情，更进一步的了解财经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李克强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大的。好，那其实这样的论点，其实媒体有很多评论人士有提出来。那另外有一个是说，那为什么如果说他要接李克强的可能性比较高的话，为什么还要放出说汪洋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接班人？为什么会放出这个想法？那有一些媒体他是猜测说，可能是要就是先安抚美国，或者是混淆美国的视听。那您觉得说，如果这个不可能的话，您觉得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北戴河会后，或者是20大之前来放出这个说法？第一个，北戴河本来是一个非正式的集会了就是说到了夏天的时候中共的这些高层会到北戴河去度假，然后非正式的讨论一些问题了那这个当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可能会在里面进行这个协调。那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党内的一些挑战的声音是必然是存在的了所以当然也不排除就是说像媒体所报道的，就是说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些阻力跟挑战存在，换句也就是说一般所讲的党内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的那在尤其是你可以讲是说这个中国
这几年我一向喜欢讲的就是中国的好运道已经用的差不多了。那这几年呢，你可以讲说习近平的第一任他非常顺利但是第二任好像诸事不顺经济上衰退了那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问题啦，美中的这个贸易战的等等问题啦，香港的问题出来了然后这个新疆维吾者问题也出来了，那台湾的问题这个他也没有处理好了所以党内的其他的精英对他的施政一定是有一些不满的，再加上有一些人这个因为整治了这个他们派系的人马这个被拉下来了等等这个原因一定有不满的这个声音存在的所以我也不排除就是说可能党内斗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有一些党内这个反对习近平的人就把这个消息把它释放出来这个来这个困扰习近平，或是给他难堪的另外就是说，因为郭小姐你刚才讲过了这个西藏70周年的问题然后再加上财经委员会的这个汪洋被邀请去参加这个会议，使这个就是国内外的学者专家开始去揣测那这个纯粹是这个就是学者专家的这个揣测因为就比如说呢北戴河会议是不是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个对这个中国的内部的政治包括权力斗争的来讲都是高度机密所以给外界怎么去揣测了那这个大家怎么判断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些困境，然后党内的挑战会越来越升高，然后不满的声音事实上是存在的所以会有这种这个接班的可能性，那这我认为是学者专家的一个解读。是，那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各个方面他们的揣测都很多，所以像汪洋接班的传言出来之后，涌出了各种的揣测。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也呼应了之前媒体报道的，就是习近平他一直想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党主席位置，所以就有评论认为说，习近平他可能就会找一个接班人，可能是汪洋或者是其他人来接总书记的位置，但是他可能会恢复党主席的制度，等于就是把总书记这个位置给架空了，把他的职权给架空了。那对于这个可能性您怎么看？如果是说要这个恢复党主席了那我觉得2017年他就应该做了因为2017年你可以讲说他的权力已经到达非常高的这个地步了包括这个就是2018年的修宪把他的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思想都写进这个中国的宪法里面了所以他如果要做的话2017年就做，那时候也有一些传论就是说他要恢复党主席了那以前毛泽东担任党主席的时候，他那时候是这个就是有一个秘书长习近平这个邓小平还担任过这个位置，那当然他说如果说是恢复或是设党主席的时期党主席是高高在上那如果是这个习近平现在真的还想要去设党主席的话，那当然就是恢复党主席他党还是在他的操控这个之下那这个不管是叫做总书记还是秘书长，当然就是只是他的下属之一了那我是觉得他如果要做2017年中共的19大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他的潜力非常大，他那时候没有做的话了那现在他的权力地位并不是像2017年这么样的高峰的时候做起来更加的这困难因为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他对党的这个掌控，他这个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常委来讲更加的高高在上因为这个党主席就是老板嘛其他人只是他的下属而已了我倒觉得这个可能性我是把它排除在外。那像您刚刚讲的，您觉得说如果要找一个接班人的话，除了习近平他本人的意愿之外，您有提到说就是需要太子党跟军方的支持。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从习近平执政到现在，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集权而且很强势的领导人。所以有评论说，如果就算习近平要找接班人，也是要找一个很听话的傀儡，就很像当初毛泽东找的华国锋一样。那如果说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您认为说，好，比方说，就像传言如果是真的，汪洋会是习近平的华国锋吗？他会是一个听话的角色吗？那如果说他退下来，就是担任李克强总理的位置，他会不会也是跟李克强一样，现在就是等于没有声音？
如果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接班人是由这个习近平来决定的，他当然一定要找一个会听他的话，而且会实行他的路线啊，甚至就是说这个他如果卸任以后可以保护他的利益的啊这样一个人啊，比如说这个胡锦涛虽然不是江泽民所找的这个接班人，但胡锦涛对这个江泽民呢是言听计从。完全没办法这个反抗啊。那这个习近平是可以讲说是胡锦涛跟江泽民妥协之下的一个这接班人，当然比较强势的还是江泽民的这个决定的哈。换句话说，习近平如果不是江泽民那时候可以接受的，他几乎是没办法就接班的哈。所以未来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找一个接班人的话了哈，那他一定要找一个他可以信得过。而且可以听他的话，而且可以维持他的路线，而且可以保护他跟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人了哈。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当然汪洋目前这个排名第4，他是全国政协在这个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他当然这个表现出来对这个习近平是这个非常听从的，非常听话的。可是谁晓得他以后接班的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汪洋可能接班的可能性是并不高的啊。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看中国的政坛上要接班的，就是说比较年纪是属于第6代，也就是60后啊，那就是这个那几个的，尤其是就是习近平身边的人。跟过习近平的这个人就包括重庆的市委书记啦、陈明尔啦然后这个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啊，这个丁薛祥啊，这个都是这个1960年这个62年出生的这个反而是比较可能的，而且这几个当然一定是遵照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路线，也会听他的话，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是说接班的，如果真正有接班的，那应该是年纪上至少要跟习近平差个这个就是7、8岁以上。汪洋只差2岁而且汪洋是来自团派，他也不是太知道。我觉得，而且汪洋这个人在这个就是16大的时候就本来就可以进入政治局当常委因为大家觉得他蛮能干的，但是党内有一些人中共的党内有些人呢，他在自由色彩的这个自由色彩自由主义的色彩太浓厚了这当然是这个相对的也是见仁见智因为他那时候是广东的省委书记嘛，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人必然都是在那个氛围之下都是比较有一点自由主义的这个色彩啦。那这个也同样的换的位置就换的脑袋嘛。汪洋现在到这个西藏的70周年，他也非常强势他也会这个也非常表现出来非常强硬这个也同样是换的位置换的这个脑袋了那过去这个16大的时候，汪洋没有进入政治局当常委，一般人这个听说了这个党内的其他的这个大佬认为说，你还有机会，你下次再进也有人说他得罪了这个叶剑英的家族那基本上也不是得罪了，就是说没有特别照顾叶剑英的家族，因为叶剑英是客家人，他的这个大本营是在广东嘛当然这个时候当然都是传言那我还是讲了，就是说这个汪洋接李克强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要接习近平我觉得是不可能。那你觉得他接了李克强的位置就是总理，然后假设说习近平他还是继续的在连任，那你觉得说他是不是在总理这个发挥的程度也跟李克强一样是会被受到压制的？一定受到压制因为这个刚才这个郭小姐你也提到了这个中共财经这个委员会了过去叫做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过去这个小组的组长都是总理但是现在的这个叫做这个主任或是负责人已经是变成习近平了。换句话说，财经这一方面的决策权，这个习近平都把人家从总理拿过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李克强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跟这个习近平在很多的政策上、很多的动作上这个渐行渐远的当然，李克强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很窝囊。这个他本来是负责这个财经的，而且财经政策的落实都在他的手中。但是他现在的这些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不止他没有担任中共这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包括中共的这个“14·5”计划了他也这个只是参与者而已了那所以他的财经这一方面的这个权利只剩下执行，可以说是已经大权旁落了那在这种趋势下，再加上有一个叫做这个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委员会了这个也包括财经部分那现在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是这个习近平的那这个格局如果在这个地方已经是这样子了，然后这个习近平不愿意把这一方面的权益让出来的话，那这个如果是汪洋去接这个总理的话，在这种框架下，他还是只能这个执行政策了他这个决策权这基本上也是大为这个限缩了，他也会变成一个比较弱势的这个总理了。好，那谈了这么多习近平接班的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个比较整体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到明年20大召开之前，其实还有1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知道好像明年1月是要召开六中全会，好像前几天宣布的，然后还有甚至明年暑假的那个北戴河会议，所以可以想见说这段期间还有很多的变数。所以如果观众想要针对习近平的接班问题来关注，有没有一个什么关键的时间点或观察点，或者是值得注意的人物？我想当然就是说这个在20大召开了也是说2022年，也就是明年要召开之前这个第一个他们要组成一个这个就是写作的班子写作的小组来这个草拟就是20大的这个政治报告。那这20大的政治报告是由这个习近平到时候来宣读的代表就是中共党未来就是2022年到2027年党的这个施政的蓝图他的工作的这个重点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观察点，就是说你观察他，这是纯粹从观察政策这一方面。他未来这个党的方向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说要召开这个中共的这个20大之前应该是我觉得不是，应该是比明年的11月比较有可能明年11月这个召开之前，他会有召开一次这个19大的这个前会的就中央委员会的前会，那就是为了筹备这个中共的这个20大来召开那个会议的另外的就是说人事的问题要慢慢的这个浮现，就是党的这些高层要慢慢的去决定就是20大的这个人选当然最重要还是政治局的委员跟政治局的常委的哪些人是要退李克强如果退下来，就是让他退休了吗？还是大风吹那如果汪洋要去接这个就是总理的话了那谁来接政协的主席或是说栗战书有没有这个机会的其他政治局的这个常委怎么去排的当然也有人讲说如果照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讲，韩正接总理的可能性会比较高的因为韩正现在是排名这个第1的副总理但是他是排名第7的这个常委的那韩正也不是这个就是也不是这个就习近平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韩正的可能性也不高了那当然你刚才讲的是北戴河会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因为他这个如果在7月或是8月的这个北戴河这个会议那在里面的这个对人事的协调最后的这个定案因为北戴河会议以后了北戴河度假以后了这个没有多久就要开20大。所以那时候可能是对这个就是20大的这个人选，尤其是领导人的这些人选，政治局的其他这个委员，或是甚至中央委员会的这些这个委员怎么去提名，怎么去运作那这个北戴河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好，那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接班的问题。
这让我想到说，就是我在今年4月的时候，有在国外的智库就是读到一篇研究报告，它是关于习近平接班的一份报告。它的题目是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它文章里面提出了4种可能性。刚刚忘了说，它是美国智库 CSIS 的一份报告。对，那里面列出了4种可能性。第一个是说，习近平在明年20大有序的接班，就是点名了一个接班人这样子。那第二个是连任到下一届，甚至是下下一届到2032年，就是等于他又多做了10年这样子。那第3个是可能中共高层的精英向习近平发起了政变，这可能比较阴谋论啊，暗黑。那第4个就是习近平意外的死亡或丧失能力。那这4种可能性提出来，当然都有它的可能性。但您觉得说这4种可能性哪个机会大？那有没有说里面它没有列到的可能性？那哪一个对中国来说风险比较大呢？我觉得如果是20大来讲的话，明年我觉得他卸任的可能性几乎是等于0了。换句话说，20大他卸任，然后来找一个一个新的领导人上台，那这个我觉得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到最后是习近平全面的挫败。换句话说，在这一场这个权力斗争里面，他已经失了这个一塌糊涂了，家当都失掉了所以他被迫这个卸任那这个党内的斗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目前看起来，这个没有这种迹象所以2022年这个有一个新的领导人上台，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可以把它这个排除在外。不然的话，其实我刚才讲了，一开始讲了，习近平这个费了那么大的功夫，然后把国家主席的任期把它这个限制，把它废除掉，他为他人作嫁，我想这不是他所要的。我忙了半天，结果我什么都没得到然后我还留下历史的骂名破坏制度所以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讲说这个排除在外第二个这个可能性的话呢就是说他会不会多做这个10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反正是比较高一点这个换句话说我一直总是觉得他到2032年都还不想卸任我觉得他可能要像毛泽东一样做到死这个因为我总觉得他想要过渡到2035年因为这个19大的政治报告里面除了2个百年嘛，就是建党100年，当然是今年嘛，中共建党100年是今年嘛那今年他是要完成小康的社会全面脱贫所以在今年之前他以这个中共的这个媒体宣传的机器一再的这个大声的宣扬说中国已经脱贫了就是要使今年建国100年习近平的目标可以达成。那另外一个就是建国100年嘛，那2049，那2049我觉得很不可能，就是说习近平没办法等到那个地方去了因为我觉得他不可能活那么久活到90几岁所以他在19大政治报告还提了一个新的年代，就是2035年，就是建党100年到建国100年之间的过渡时期是2035年。他说2035年我们还要加一把劲所以我总觉得他至少想要做到2035年以后了那2035年当然不是一个任期的结束了这个因为2032年到2035年这个只有过去3年了，所以我甚至觉得他想要做到2037年2037年他那时候是84岁84岁了换句话说这个如果身体健康的情况是可能的话我觉得他至少要做到这个80岁2035年2037了2037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可以讲说是比较高的，他至少还要做10年这是他心里面的这个期望那这个郭小姐刚才讲的第4种可能性那这个看老天爷不是看他了就是说他身体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从习近平的健康的情况是这个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讲，这是国家的机密
这个不能够对外泄露了这个外界要去看的，只能一些医生看他的这个面相有些人讲说他不是很健康了有些人说他的这个嘴唇为什么那么红有些人说他太胖了甚至中国的小孩子都觉得他们领导人太胖了那么就会不会很多的这个问题出现，健康会不会是问题？那这些这个说实在，这个不是决定在习近平。虽然他有非常好的医疗团队，他也照顾他的这个健康了但是这个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或使他坐的这个专机出去，飞机这个掉下来也说不定那或许他突然健康出现问题这些都不知道因为他在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突然的这个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政治的这个机器的运作了，或是媒体上消失了2个礼拜那时候就有很多的传闻，有些人说他临时身体不舒服了等等这些的那所以身体这个是一个可能的因素但是这不是这是操之在老天爷了那这个当然，既然操之在老天爷，我们也就不能够把它排除了那第三种就是会不会有政变这个是如果要有政变的一定要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军队的支持，这个你要政变的话基本上是蛮难的但是这个现在就是说中国的军队越来越强调就是军人要专业化从邓小平那时候加强这个工作，就是强调军队要这个专业化，不要参与这个政治了但是这个如果军队这个没有支持一个派系来进行这个政变的话其实这个政变是很难去成功的了那当然这个就是周永康另计划了这个就是郭伯雄、薄熙来他们被认为是要阴谋政变在这个2012年之前是阴谋政变，这是中国官方文件这样讲，所以阴谋政变当然不排除它的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个阴谋政变现在看起来的话了我觉得还是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能够有能力去策划阴谋政变可以去挑战习近平的人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你说汪洋他可能去阴谋政变吗汪洋不可能因为他的派系非常弱。李克强可能阴谋政变吗？李克强也不可能，因为他也没有军方的这个渊源军队也不可能支持他，蔡子党也不可能支持他了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了我倒觉得就是第三种的话，阴谋政变的可能性应该是不高。好，那关于习近平接班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观察。就像您讲的，可能就是要观察到明年的11月20大举行之后，一切才可以尘埃落定。那到时候，这一段期间，我们就是再看看说，就是中国的政坛有没有什么样的新闻出来。那到时候再请林教授您来帮我们解。是，我是觉得当然就是说，因为大概是只剩下1年的时间，尤其是人事的安排这个1年的时间去布局去安排，而且怎么样去妥协。如果习近平的权力非常大，他就可以这个直接的主导；如果是他的权力已经慢慢的下滑，他就要妥协那这个妥协的结果，包括地方官员的这个一把手怎么样去更替，怎么样去更换，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人事的安排不是只有党的人事安排，包括地方政府的安排，而且对地方政府的这个安排这个明年的年初就已经开始启动了。那哪些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员是习近平的人马，或是他的爱将，或是他属意的人哪些不是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权力，他的对人事的主导权到底有多大了。好。谢谢您收看民进新闻台，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 PayPal 链接支持我们。